2013年4月25日周四，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，那个恐怖的下午，以及那位只存在于我记忆里的同学潘博文。时间倒流回8年前的4月25日，彼时我还是一个正值高3的学生。那天正好距离高考还有43天，由于这是高3的最后一节体育课了，大家都有点伤感，所以在体育老师跟我们说了几句道别的话，又录了一段高考加油的视频后，我们就各自开始自由活动了。一部分女生回教室复习，一部分同学继续进行体育活动。我当时也带羽毛球拍，于是就约了同班的同学小文继续打羽毛球。不过如果我能重新回到那一天，那我一定会狠狠抽自己一顿，然后回教室上自习。一开始我们在甬道上打球，没10分钟就觉得晒得不行，于是我和小文迅速转移阵地，准备找个阴凉地继续打。不知不觉间，我俩就走到了宿舍楼的前面。宿舍楼和食堂连在一起，自从全面走读之后，很久没有住人了，显得空旷安静。砰砰砰！这时候，我看见10班的 L 和潘博文在宿舍过道的树荫下打得正酣。潘博文是我初中班上的英语课代表，大家彼此之间也很熟人，于是我们顺其自然的就加入了战局。来往之间，大家打得很是惬意，酣畅淋漓。但是偏偏一个失手，这羽毛球竟然歪着掉进了宿舍地下室露出地表的换气窗里面。要知道，这羽毛球可是尤尼克斯的专业用球，一个球就点我一顿早餐了。于是我们毫不犹豫地决定去捡球，而后的事实也证明了，这也将是我这辈子最令我懊悔的决定。首先要捡球，就得进入宿舍楼里面去。潘博文比较积极，直接主动提出去捡球。我和L好事儿也一块跟了过来，单留下小温给我们看球拍。那天偏巧楼门没有上锁，用手一推就开，里面弥漫着发霉般的气味。推门进入后是一堵墙，墙上写着住宿规定，落款是03年。往左走就是1楼的宿舍，老式的木门虚掩着，延伸到尽头是一个洗漱间，四处弥漫着一种类似氨水的味道。而我们的目的地楼梯间就在这层一个阴暗的角落里。进到楼梯间，目光所至皆是横七竖八堆放的课桌椅，周围阴森森的，让人看了直发怵。我有点害怕，于是颤颤巍巍地劝他俩：“咱们要不捡了，这里怪可怕的。”偏偏 L 是个倔脾气，他没有理会我的劝阻，胆大的直接翻了过去。无奈之下，我俩也就只能跟着绕过去了。黑暗之中，我们仨沿着没有护栏的水泥楼梯一直往下走，花了大概1刻钟才下到一个水泥平台上，还有往下的路，但是被锁封上了。外围是个大厅，有个敞开的小门连着走廊，门的尽头有亮光。我们准备往前走，潘博文突然惊呼道：“我的钥匙掉在楼梯上了，我回去拿，你们先走。”我点点头，就和 L 进了一处有光亮的小门。门里面的情况难以用言语描述，整个空间跟地下停车场一样的空旷，这让我们一下子就失去了方向感。不过我清楚地意识到，这不是我掉球的地方。我无法思考，只能本能拉起 L， 连滚带爬地往有亮光的楼梯上狂奔。不知道经过了多久，好像很漫长，又好像只有一会儿，我们才从学校后门对着的那所小学的楼道里出来。到室外的那一刻，我和 L 什么都顾不上，大口喘气着。周围熙熙攘攘的人群让我们恍如隔世，我们连午饭都没顾得上买，直接从后门回学校了。进班时，小薇已经好整以暇地坐在位置上。她说：“我看你和 L 都没出来，就直接把我的拍子带回班了。”我举着球拍，顺嘴问道：“哎，那潘博文的球拍呢？你咋忘记带了呀？”他一脸疑惑地问了我一个这辈子都无法忘记的问题：潘博文是谁？我只觉得浑身上下发冷，面红耳赤地和他争执了一会儿，可小文就是一口咬定自己不认识潘博文。我急忙跑去10班，结果迎面撞上 L，
此时的他满脸通红，肩膀也颤抖得不行，只是不停地嘟囔着一句话：潘博文消失了。周围的人渐渐都围了过来，有说 L 受刺激了的，也有抱怨 L 疯癫的，还有一个10班的女生更是一脸无奈地质问 L 究竟在搞什么鬼。在周围嗡嗡的议论声中，我只能朝着事件发生的地点狂奔。可等我来到宿舍楼那里，我头顿时嗡一下，晕天黑地了。这宿舍楼的门和往常一样加了把锁，锁上面还挂满了灰尘，仿佛数年内都没有打开过。我不想描述那个下午我是怎么度过的。晚自习时，我们那个不苟言笑的班主任更是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，10班有学生高考压力过大，说胡话被家长接走了，叫我们好好放松。我知道他们说的是 L， 我也知道 L 的无奈和恐惧，但是此时的我只能沉默以对，而且我的手机也莫名没电关机了。晚上到家充好电，手机顺利的开机后，我发现手机上面的时间显示的竟然是1970年1月1日11点52，连上 WiFi 后时间才恢复正常。手机相册里大部分内容都损坏了，一点线索都看不见。我随后打开电脑，登上 QQ， 映入眼帘的是 L 被踢出年级群的信息。他已然处于崩溃的状态，竟然一口气发了100多条关于潘博文的信息，也回了我无数的信息。但是我没有空去考虑这些。当晚我翻遍了好友列表，都没有找到潘博文的账号。这时我才真实的意识到，潘博文真的消失了。他就像没有存在过一样，除了我和 L 之外，彻彻底底的消失了。我还记得他的学号，但在看到花名册的时候，他们班整个学号都迁移了一位。我还记得潘博文的小学是新港4小，初中是塘沽2中，但是打开初中毕业合照和同学录，却偏偏没有他。我还记得他的生日是1996年8月18日，他家的住处在新港街道的某个老社区。我还记得他和我的约定，说好高考之后跟我玩伊苏四塞尔塞塔的树海。我还记得他喜欢徐良的歌，是泰达队的球迷，但我就是证明不了他的存在。这个身材瘦削、戴着眼镜的少年，就这么在我的记忆里沉淀了许多年，直到我已经变成了一个996的成年人，他还是当年那个少年模样。时间冲淡了别的情绪，我也无法还原当时的一举一动，关于他一些记忆也渐渐变得模糊不清，好像被什么擦去了一样。不过在潘博文事件发生后，我发现了更多细思恐极的地方。比如我记得小米推出过搭载 WP8 的手机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我记得13年2月份《星游记2》开播，被誉为国产动画的高峰，因为要高考了没有追，但现在只有一个17年的风暴法米拉。我记得我看过一部科幻恐怖类型电影，叫 XX 闪电，好评度10分高，主角叫陈帆，他妻子叫戴琳，是王传君和邓家佳参演的。结果在豆瓣查并没有这部影片，经其他网友提醒，这个电影应该是球状闪电，刘慈欣原著，网上显示还没拍出来。这么看来，究竟是潘博文进入平行宇宙，还是我和 L 选择了陌生的时空呢？这一切都解释不清了。好了，故事讲完了。这是近年一个热帖，不过作者也澄清这个文章属于虚构。潘博文同学是自己臆想出来的人物，而他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臆想，是由于当时自己得了双向情感障碍症。双向情感障碍是指有躁狂或躁狂发作、有抑郁发作的一类心理障碍。这类患者的躁狂或者抑郁的发作持续时间长短不一，短的可能几天，长的能持续几个月。而且抑郁和狂躁状态会交替在病程中出现。当这种疾病达到后期，病人有可能会听到声音，看到不存在的东西，甚至有无法解释的感觉。这些幻觉可以涵盖所有的感官，达到虚实结合、以假乱真的地步。而这些幻觉就是潘博文的真身。对于这则事件的真假性，我不是当事人，因此也无法做出分析或者断定。不过确实也有不少漏洞，比如手机显示的时间等等，但这些都不重要，大家当做故事听听即可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如果患有类似于双向情感障碍或者抑郁症的观众，也有这种难以控制的自身情绪，陷入妄想幻听的情况，那一定要寻求专业的医生的帮助，学会保护好自己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小伙伴，咱们下期再见。